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从农村走向全球，赵丽颖西装造型惊艳9国官网，顶奢代言封神。赵丽颖的名字昨晚霸屏热搜，不是新剧开播，不是恋情曝光，而是国际高奢纪梵希突然砸下全球彩妆代言合约。国内微博、抖音，海外 ins、推特共9个平台凌晨同步官宣，广告大片里黑西装短发造型掀起海啸级刷屏。更惊人的是，这个曾被炒土气的河北姑娘，成了中国首位掌舵纪梵希彩妆全球线的女星。同一时间，北京广电总局大楼灯火通明，10几个专家围着《在人间》的播放数据争论到深夜，最终党组书记李晓峰拍板定调。这部剧在城中村拆迁案里藏了把解剖人性的刀。所有人不知道的是，穿着纪梵希西装拍广告的赵丽颖，在人间片场穿着40块钱的气球毛衣拍淋雨戏，拍到高烧。现在，这件气球毛衣被收藏在中国电视剧博物馆里。3个月前刚凭借乔妍的新事杀进东京电影节主竞赛的她，转身就扎进了城中村废墟拍摄现场。镜头带我们走进潮湿发霉的墙角，被推土机碾碎的婚戒埋在瓦砾里闪着光。拍摄中途他突然蹲在地上，道具师以为他踩到钉子，跑过去却发现他在抠砖缝里一株野草。这人设角色要留点念想。这份执着最早萌发在廊坊电子厂的流水线。17岁的赵丽颖在零件间隙摸出被机油浸透的表演书，同事笑她做明星梦。后来他全在左青秋剧组角落观察主演情绪处理，场务感人时，他被台阶绊倒的手肘擦破皮，渗出的血粘着剧组灰尘。当时真想哭。2023年他穿着 Armani 高定去领飞天奖时，锁骨下方还有淡淡疤痕。花千骨单日播放量破4亿那年，所有人喊她收视女王。她扭头钻进风吹半夏钢厂，为演活女老板3个月增重20斤。钢厂会计胡账的台词本写满380个批注，杀青后会计拿着他画烂的剧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老厂长当年就这模样。正是这个角色，让他把金鹰奖杯和飞天奖杯并排放进书柜。去年在片场突发性耳聋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直到第20条首映，观众才明白他演聋哑母亲时是真听不见声音。在诊室砸手语骂黑心开发商那场戏，场记看见他后槽牙咬裂了临时牙套，血水混着愤怒喷溅到镜头上的画面，最终摘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今年3月染粉头发引发的骂战还没平息，时尚博主炮轰影后自降格调，她转头就穿着纪梵希最新季西装出现在农村书屋的落成典礼上。有孩子揪着她的粉色刘海喊花仙子，她掏出童话书时腕表反光晃进镜头，正是代言费换来的2000套书籍。总局研讨会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文艺评论家仲成祥盯着在人间片段里被强拆的煎饼摊，突然拍桌，这就是新时代的茶馆。当镜头扫过赵丽颖饰演的律师在法庭上出示沾着番茄酱的拆迁合同，连最严肃的审片专家都红了眼眶。其实，在拍摄法庭激辩前，他特意去律所当了半个月实习生。助理整理档案时，发现他给民法典第243条贴了7种颜色便签。有位律师助理悄悄发帖，由场夜戏拍到凌晨3点，他把剧本盖在物权法解释上睡着了。这份专注让广电局长给出6个字评语：敢创新，勇求精。成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那年，他自掏腰包启动新导演计划。有入选者扛着摄像机钻进太行山拍留守老人，成片镜头里的蜂窝煤烧裂了8次。该片送去评审时，评委惊呼：“这煤灰特效太逼真了！”导演指着监控记录苦笑：“是老太太真烧了8块煤饼。”双引号。争议从没放过这个中专学历的影后。某次红毯采访被嘲听不懂英语提问，
3天后，网友在消防宣传片里看见她流利示范灭火器操作。现在她代言的消防海报铺满全国地铁站，海报右下角印着她戴着消防帽的笑脸。没人注意到帽檐上纪梵希的金属 logo 在反光。就在9国官网集体为她的代言照换头像时，河北老家电子厂的老车间主任翻出张泛黄照片，照片里穿工服的少女捧着演员的自我修养，封面油污下隐隐露出纪梵希的烫金 logo， 命运的伏笔竟埋了整整15年。在人间片尾字幕滚到第3屏才出现赵丽颖出品人字样。观众看着银幕上拆迁废墟里开出的小黄花，想起她曾说，戏里活成1000次，不如现实种花1朵。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研讨会结束时几位专家异口同声，这把解剖刀切开了国产剧创新的沃土。现在全球时尚编辑都在研究她的西装纱，而廊坊某城中村的孩子正趴在赵丽颖捐赠的书桌上写作业，作业本里夹着她从在人间片场带来的蒲公英书签。从农村走向全球的励志故事，赵丽颖的名字再次被世界瞩目地刻上了顶奢品牌的殿堂。当她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装造型出现在纪梵希官宣图中时，不只是中国观众屏住呼吸，连包括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在内的9个国家的纪梵希官网也集体换上了她的头像。那一刻，赵丽颖不再只是我们熟悉的国民女神，更是象征着东方美学、自强精神和跨越阶级壁垒的新时代女性代表。她用沉稳的眼神和坚定的姿态告诉所有人，从哪里出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选择走向哪里。这套西装造型并不是单纯的造型那么简单，而是一场视觉与精神的双重颠覆。过去提起赵丽颖，人们想到的是温婉坚韧的古装女主，是灵气满满的田园少女，是荧幕中清新柔美的代名词。而如今，这一身带有中性力量感的高定西装，让她焕发出新的气场与格局。干练的线条勾勒出她的自信，简约的黑白反差显得大气沉稳，眼神里没有任何讨好，没有一丝犹疑，只有我值得的笃定。这不只是赵丽颖个人的时尚蜕变，更是一种身份宣告，她不再只是流量女星，她是可以登上全球舞台的女性力量。这次官宣对赵丽颖而言意义非凡。纪梵希选择她，不只是因为她有影响力、粉丝多，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一种品牌精神的契合。在过去，国际奢侈品牌往往青睐贵气出身、国际长相、欧美风审美，但赵丽颖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她出身农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精英式的话术包装，但她有一种极强的生命力，一种越压越强的韧性，一种从不怨天尤人，靠自己一步步闯出的踏实感。她没有时尚资源出道，却靠无数部作品从土气小花成长为时尚大片里的灵魂人物。她没有背景支撑，却能一次又一次以作品说话，最终获得品牌与行业的最高认可。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的逆袭感，也是她能打动全球品牌的重要原因。她不是一夜爆红的幸运儿，而是跌跌撞撞、忍辱负重的在10几年里默默积累。无论是《陆贞传奇》中的女官进阶，《花千骨》里的牺牲成长，还是《知否》中对家族命运的坚守与挣扎，每一个角色她都诠释得极具生命力。荧幕之外，她更是无数普通女孩的镜子。那个曾被嘲土不会说话、气质不够好的她，如今用实力反驳了所有偏见。这种看见自己可能性的感召力，让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榜样，也成为品牌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此次官宣之后，网络上的热搜几乎被她包围。赵丽颖纪梵希、赵丽颖西装造型、赵丽颖9国官网换头像等话题不断刷屏。网友惊呼神级代言封神，她终于等到了属于她的国际认同。这一刻，她不再是赵丽颖，她是整个中国女性的荣耀。更有无数网友翻出她早期穿着朴素在雨中跑剧组的小视频，感慨从那个雨中奔跑的女孩到如今顶奢代言，她不只是漂亮，是她太努力太真实了。
双引号。更令人动容的是，赵丽颖从未在这种成功中自满，她依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谦逊与清醒。在品牌背后的花絮中，她面对镜头平静地说：“我不觉得自己是特别成功的人，我只是还在坚持做喜欢的事情而已。”她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而是始终选择把重心放在作品与自我成长上。这种不浮夸、不争宠、默默耕耘的态度，或许正是她能够走得更稳、更远的真正秘诀。在内于这个快速更替、流量至上的环境中，赵丽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红不只是运气，更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结果；美不只是造型，更是你是否活出自我。成功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无数次跌倒后还能笑着站起来。它不是某一瞬间的网红风景线，而是一条扎实深厚的主干道，越走越宽，越走越亮。我们看到的是赵丽颖的成功，但它背后更重要的是一种改变行业审美和价值观的力量。它让更多普通女孩看到，你不用完美出身，你可以真实，你可以不圆滑，你可以坚持你喜欢的事，你甚至可以慢一点，但你终究有机会被世界看到。赵丽颖之所以封神，不是因为她站上了多高的舞台，而是她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平凡女孩可以靠不平凡的努力站到任何高度。这种意义上的全球代言，才是真正令人动容的里程碑。写到最后，想对屏幕前的你说一句：如果你也曾因为出身而自卑，因为不够好看而质疑自己，因为没有人支持而感到孤独，那请你看看赵丽颖。她用10几年的坚持和沉默打破了所有对草根的偏见，她是现实版的童话书页，也是一座点燃信念的灯塔。愿你也能在她的故事里找到力量，不急不躁，走自己的路，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就像赵丽颖那身挺拔的西装，任何人都可以穿，但只有活出自己的态度，才会真正发光。在娱乐圈这个信息万变、舆论激烈的战场里，沉默往往不是一种退让，而是一种蓄力等待最佳时机的智慧。当全网都在质疑、攻击、嘲讽，甚至有人断言他的热度已过，作品无力，前景不明时，27岁的王一博却用沉默筑起一道屏障。他没有发声，没有辩解，没有刷存在感，甚至在将近400天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影视作品的输出，只靠着偶尔的商业活动与舞台露面维持曝光度。但正是在这样静如止水的日子中，他悄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蓄势待发。王一博沉默数月，却在短短1周之内3次登顶热搜，仅凭一次巴黎时装周的亮相，一档纪录片的播出，甚至是一次公益回国的会议，便让他强势回归舆论中心。从王一博400多天没拍戏的讽刺，到王一博逆风翻盘的惊呼，网友的风向正在转变。这不是热度运作的奇迹，而是实力与人格共同浇筑的回击。巴黎时装周之行，无疑是他沉默后的第一波反击。在香奈儿的邀请下，王一博以中国顶流身份登上国际时尚舞台。3套造型热议不断，从卷发造型到成衣搭配，他彻底打破了以往普男的标签，用不加修饰的外媒镜头呈现出东方青年独有的冷感与张力。而他不言不语，却让所有人重新审视这位艺人的时尚表现力与国际影响力。外媒对他的称赞不只是礼貌性的夸奖，而是源自于现场真实感受到的文化魅力与个体气场的震撼。他用一种极为非主流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青年不只是偶像。而几乎同一时间上线的纪录片《探索心境2》则再次展现了他作为艺人之外的另一面：探险家、记录者、行动派。在热带雨林深处，他冒雨与鳄鱼对峙；在高原雪域之巅攀登巨石；在密林中遭遇毒蛇，仍不忘拍照记录。这种拿命拍节目的敬业精神与真实反应，深深感染了屏幕前的观众。他说他怕闭眼睡觉，因为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这一抹真实与脆弱，恰恰是这个高冷外表下最温柔的触感。是的，他不是那种会用眼泪博取同情的艺人，
但他骨子里的坚韧，从未含苦的执着，却最能打动人心。更重要的是，在沉默期间，他没有选择逃避社会责任。作为乡村艺术公益的发起人，他悄悄地在贵州、云南等的建设音乐教室，推动青少年艺术普及。在商业与流量并行的当下，王一博并没有将热度换作快速变现的工具，而是将其转化为文化反哺的桥梁。这种公益行为并不喧闹，却极具持久性与深远性。比起作品刷脸，他在做的是形象扎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舆论四起的当下，国家级媒体依旧将他纳入文化项目推荐人选。在时尚界、公益界、影视圈三线并行的他，正在逐渐成为新时代青年文化代表。有人说王一博不够会说话，但他其实比很多人更懂得用行动说话。他的沉默并非无为，而是在沉潜中寻找真正值得表达的方式。如今，当他27岁，再度站上聚光灯中心时，我们才真正明白，王一博的翻盘从来不靠喧闹与反击。他不解释，不回怼，不炒作热度，选择以沉默示人，然后用作品、行动、风格、人格逐一打脸曾经的质疑者。他从未与谁争夺 C 位，却始终在无声中稳坐影响力前列。他不是以话题讨喜，而是以坚守立身。他不是靠流量碾压，而是靠底蕴破局。这场27岁的沉默反击，不仅让他在行业里再次确立不可替代的地位，也重新校准了粉丝与路人对艺人这个身份的理解。他不是娱乐工具，而是文化传播者；不是瞬间爆红的泡影，而是积淀已久的长青。更难得的是，在日渐功利化的行业氛围中，他始终保持初心，耐得住寂寞，不被流言带跑节奏。这或许正是最难能可贵的逆袭之道。对支持他的粉丝而言，这1年的等待并没有白费。王一博用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也让沉默是金变成了现实中的胜利脚本。而对还在观望或质疑他的人来说，也许现在是重新认识他的时刻。别把沉默理解为消极，也别以为少说话就是无作为。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当代青年艺人应有的样子：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不用热搜讨好大众，只用沉默的积淀换取响亮的回应。愿每一位正在逆风中的人都能从王一博身上汲取力量。你可以选择不吵不闹，也可以选择不被误解带跑方向，只要你坚持热爱，坚定信念，脚踏实地，时间终会替你说话。正如王一博所展现的，沉默并不代表你输了，只是你在等待最好的时机，一鸣惊人。继续相信那个安静却不增停步的你，也许你的27岁就在路上，等着你不动声色地迎回来。